Can you give me some updates on Gaza? So how's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The main hospital in the Gaza Strip has been bombed just in front of the gate. 我们是89年开始在加沙工作，加沙这次的情况前所未见。9岁的一个小朋友，他需要做一个截肢的一个手术，已经没有合适的麻醉药物啊，那只能给他一个小剂量的镇定剂，在医院的那个地板上给他做，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等着，下一个就是给姐姐做。这个只是战争一个侧面。我们已经送了一批物资到埃及，26吨，足够给做800台手术的，还在边境的另一侧等着进入加沙。我是2009年的时候加入无界医生，无界医生里面其实不只是医生护士嘛，大概2/3的同事是非医疗背景的。除了战场之外呢，我们还会在一个天灾。地震呀、洪水呀、海啸啊，开展我们的医疗工作。中国内地大概有30几个救援人员，都是拿到了主治医的资格。一个来自上海的医生，他叫刘义云，重症医学的医生，就去伊拉克一个新冠治疗的一个项目啊。基本上每一个收治进来的那个重症病人呢，最后都会死去啊。不会陷入自我怀疑，一个人都救不活的话，那去哪里干嘛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指引，集中资源去救那些成功率比较高的。疫情的时候，病人看起来情况都是差不多，救谁不救谁，那一切都是依靠医生自己本身那个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在他和当地团队的一个努力底下，死亡率由一开始的100%下降到80%，那到他走的时候60%，很有成就感的。战争的时候，本来可以控制的传染病，那像麻疹也好，像霍乱也好，会更容易的传播。2017年的时候。去苏丹有一个武装冲突，超过10万的那个南苏丹人，他们逃难去到了苏丹，100个人才能够有一个厕所，粪水横流。我的工作就是去把那个情况给他整理出来，然后提出一个报告，当地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机构形成一个合力去改善。极端的工作环境底下没有英雄。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受害者一个前线医生的一个分享，在阿富汗的霍尔曼省，救护车就送来了受了枪伤的一个孕妇，子弹已经是通过那个孕妇的肚子直接进入到那个婴儿。葬礼的时候呢，那又发生了一些枪击的一些事件，这种对他来讲很不好受。我们也会建立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诊所的网络。我们不可能说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在南苏丹的时候见到有一些塑料瓶，还有一些饮料罐，跟一些垃圾一起在烧资源在那里其实就是一些垃圾。战争里面，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去建立一些更长远的一些目标、工业体系。战争的影响，它其实影响了人的方方面面在非洲、中东、欧洲做很多跟移民和难民有关的那个项目，我们救助了很多遭受到性暴力的一些受害者。就我们会问他，你们怎么去保护自己他们就说那我们都会带着一些安全套在我们的那个行李里面。他们是知道那个风险还是很坚定的去踏上这条路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们去治疗他们。工作久了之后发现能做的是非常非常有限。我们在加沙医院受到袭击，诊所受到袭击，通讯中断，本来可以给他们提供救助的地方就没有了，无力感是很明显的。这个世界确实很不公平，但是呢，这个世界也是有很多人，很多有心人。
那想为不公平的世界去做一些小修小补，把眼前的事情把它尽量做好。